外出打工，离奇出境，他与诈骗园区仅一路之隔。他说他被骗走了，钱是在缅甸。身陷险境，在线求援，相隔数千公里的跨境营救，究竟该如何展开？就感觉天都塌了，这不要人命吗？逃离缅北，一线正在播出。2024年，这句戏谑的话在年轻人中间很流行。这句玩笑话的背后藏着深刻的教训。过去几年里，针对中国大陆的电信诈骗犯罪曾经极度猖獗，一度形成产业，而已经破获的大量案件显示，有相当一部分电诈分子藏身于中缅边境的缅北地区。电诈团伙的成员往往通过社交工具寻找目标，然后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与目标人物进行情感交流，骗取他们的信任，直到他们掉进陷阱，心甘情愿地把钱转入骗子的账户中。骗子的套路多到防不胜防，他们会根据不同的诈骗对象量身打造不同的剧本。有人说，如果你暂时还没有陷入骗子的圈套，那也许是你还没有遇上属于你的那个剧本。就是人家琢磨你，就可能一步一步给你挖坑，就让你一点点走进去，就是你根本就想象不到的，就能让你跳进去。聚焦一线，直击现场。CCTV 12一线由雕牌独家特约播出。2024年9月11日，黑龙江省博利县公安局接到一位杨女士的报案，说她的弟弟杨在双几天前被人骗到了国外，希望警方能够帮她找回弟弟，把他解救回国。杨在双34岁，是一名焊工，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人，是如何被骗到了国外，又被骗到了什么地方呢？把他弄到国外的人究竟又有着什么样的目的呢？我弟弟杨在双被人骗走了，而且骗到了国外，这是我做梦都不敢梦到的剧情。哎呀，我的心情就是当时都说不出来那种感觉，就感觉天都塌了，这不要人命吗？大姐，那个有啥事别着急，慢慢说啊。我知道的时候，他就已经就是说被骗到，已经在那块儿都被人看着呢。啊，他什么时候到的哪一块儿，完了怎么去的，这你都不知道？对，这他都一直被告。他哥也不知道，他只是说在鱼泡网上谁给他介绍的活儿。我弟弟在双是2024年4月离开伯利的，第一站去了青岛，他哥哥在那边给他找了个焊工的工作，一直就是在外边干这些玩意儿，就是几乎就是常年不在家。没有人愿意背井离乡，都是为了生活。父母去世的时候，在双才10岁，他13岁辍了学进入社会，16岁的时候开始学焊工，从小工做起，慢慢熬出来。21岁时结了婚，有了孩子，总算安定下来了。没过几年，弟妹又生病去世了。要不是没有办法，在双也不会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自己外出打工。俺们当地的吧，这些活儿少，完了挣的还少，完了有的时候工资还不把握。就像大修厂了，用这些焊工，有时候半年1年都开不出来资。父母去世早，2个弟弟是我看着长大的，他们在外面打工，做姐姐的心里就多一份牵挂。在双知道我惦记他，不忙的时候都会给我报个平安。因为他干的活吧，几乎升高，都有危险。他要是3天2天的，要不跟我说话的话，我就寻思了，哎呀，这孩子这是忙啥呢？干啥呢？是不是有点啥事儿了？他是8号的时候跟我联系，他说他去那个昆明干活。昆明9月8号呗，是不是？对对对。9月份的时候，他青岛那份工作面临结束，因为离过年还有一段时间里，他想趁这段时间再挣2个钱儿，所以他当时也跟姐姐表示了，说就是
看能不能找到工作。如果要找到工作，我就在外面工作一段时间。这个他跟你说话聊天语音啥都正常呗？对，都是正常，因为我俩是视频，说1天500块钱。就这个时候你们知道？对。完了之后就没有联系了。对。那次通话以后，在双没有再联系过我，我还以为他已经找到工作了。大概过了3天，他的嫂子从青岛打过来电话，说在双可能出事儿了。他嫂子给我打的电话，说老弟在哪儿呢？我说的他出去干活去了。说不对呀，他说他跟你大弟弟联系了，他说他被骗走了。弟妹的话开始我不是很相信，在双34岁了，四肢健全，精神正常，怎么说让人骗走就骗走了呢？因为现在骗的特别多，我们也得寻思寻思这事儿是不是真的呀。完了我说那我给他发微信，我问他一下子吧。问了一下，他还告诉我说姐我没事儿。我就跟他嫂子说，他说不对姐，他说老弟指定出事儿了，现在一直跟你大弟弟说话呢。他说姐他指定怕你着急上火，怕你一下再病倒了，这一大家子咋整啊？喂，咱前两天有个杨一双咱现在联系上了，应该不在国内，应该现在在缅甸，而且现在有个特殊情况，他好像疑似现在被绑架了。杨女士来到公安局报案的时候，我们也正在找杨连双这个人。我第一次知道杨连双这个名字是在全国反诈平台上，有一条公安部推送的杨连双的银行卡涉案的动向线索。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叫杨在双的人，他名下的一张银行卡疑似出现了涉诈资金的交易。他银行卡是进了一笔2万多元，后来短期不到30分钟，就这2万多又取现了，就取出去了。有可能给他转钱的人是被害人，诈骗分子可能用杨在双的卡进行洗钱。这笔异常的交易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有必要找到杨在双本人进行调查。通过咱们的公安内部的平台，获取了该人的手机号，但是发现存在这个手机号能接通，但是无人接听的情况。完了再打就给我挂断了。我们首先研判这个人的位置，发现他之前有过购票到云南西双版纳的记录，就是我们确定他大概率应该不在本地。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一连几天，杨连双的电话始终无法接通。一个人不接电话可能有很多原因，比如正在忙工作，比如手机没在身边。但是考虑到杨连双近期在西双版纳一带出现，银行卡又发生过异常交易，难免会让人多打一个问号。因为西双版纳地处中缅边境，距离传说中的境外电诈园区近在咫尺。当时怀疑是不是信号漂移，他本身有可能在境外从事电信诈骗工作，完了但是信号漂移到国内，但是他为了逃避这公安机关的打击，所以说故意不接听咱民警的电话。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接到了杨连双姐姐的报案，而这个报案也让我们之前的疑问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你们最好是尽快点，因为说他在那头呢，跟咱们国内不一样，在那块儿多1秒钟就有多1秒钟的危险，因为啥？看他的人不少。当时因为也是存疑，怕他为了骗取我们的信任，完了谎称他被骗到境外。后来我就编辑了一条短信，表明咱们的身份，我们是柏林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中队的民警，现在需要向你核实点事儿，希望你能与我们取得联系，并把我的联系方式给到了杨连双。杨连双就把我的微信添加上了。这是杨连双随后发来的几段视频，这些视频的内容让我们相信，他确实已经到了境外，并且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他这个房间是一个标准间，2张床。当时屋里对他进行看守的人是2个人，都穿着当地军阀那种服装。就是酒店的桌子上，咱们也发现了大量的就自制那种吸毒的工具，包括他身上还有一些伤口，腿呀，还有胳膊有一些淤青，还有刀划伤的地方。说现在你在什么位置？当时是开了一个微信的实时共享。当时我接到他这个位置共享，发现他在中国西双版纳东南角，就是离
咱边境线能有100多公里，因为那个地方标注地点显示是在缅甸，但是具体是在缅甸的哪个城市咱不知道。与杨占双的沟通并不顺利，他有时候信息回复得很快，有时又很长时间没有信息。后来我也对他询问，我说你回信息为什么这么慢？他说意思我现在有人看着我，一班是2个人，2班会轮流对他进行看守，偶尔对看守的人进行求助，所以是你求你让我用一下电话，我跟家里人报个平安，通过这种方式偶尔会能接触到手机，这样我俩才能进行沟通。至此，伯利警方可以确定杨在双的确是在境外，而且失去了人身自由。从杨在双共享的位置来看，他所处的地方正是中缅交界的缅北地区。缅北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要对杨在双展开营救，警方需要知道更多的信息，比如这个地方的具体名称归哪里管辖，杨在双所处的宾馆叫什么，控制他的人究竟是些什么人，杨在双为什么会被带到这里，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办案民警只能通过和杨在双断断续续的短信交流，一点一点拼出答案。网上求职遭遇绑架，想反抗，人家别的全是刀，身处绝境的他该如何自救？寻思这下完了。逃离缅北一线正在播出。收到于警官的信息时，我已经在这个宾馆里待了3天，这3天的经历一言难尽。要问我是怎么到了这一步，还要从我在网上发的一条求职信息说起。我呢是个焊工，常年在建筑工地打工，人随工程走，哪有活就去哪儿，工程结束就赶紧找下一份工作。我在青岛的那份工差不多9月初结束，算算离过年还早，还可以再打一份工。我在一个建筑行业的招聘软件上发布了一条求职信息，这条信息发出去没多久，有人联系了我。反正8月不到中旬那啥了，他联系的我，完了给我那个打电话，给我那个加我微信，完了联系的。对方自称姓陈，是个四川人，在西双版纳做钢结构工程，需要焊工，工期1个多月，每天工钱500，管吃管住，还报销往返路费。对于打工的我来说，这是一份不错的工作。刚开始吧，我那活没干完，我说我这活还能干个10多天。他说那没事，那完事了你就联系我。之后的大半个月里，陈老板一直和我断断续续地联系着。他所谈及的内容使我相信，他的确是个从事建筑行业多年的专业人士。他还给我发了一些工地的图，那是一个在建的厂房。他说，那就是我即将工作的地方。我这活完事的头2天，他就联系我了。他说给我买票嘛，我把身份证发给他了，完了他给我买的票。出发那天是2024年9月6号，我从潍坊坐车到石家庄，又从石家庄坐高铁到昆明。在昆明，陈老板又给我买了张去普洱的票，让我上车补票到西双版纳。为什么这么安排，我也不清楚。下车之后联系他，他说你给我发位置，我给你打个滴滴。这是我第一次到西双版纳，车往哪开，我完全没有方向。打滴滴走了80多公里吧，就上一个吉普车，车里还有一个小孩。我上车之后，从左边和右边又上来俩人，反正长得个膀大腰圆的，越走越偏，越走越偏。我感觉到了不对劲，但似乎觉醒的有些晚了。我就问那个司机，我说这上哪呀？这工地这么远吗？我说你就坐着吧，就说话，那时候就说话就没好像了。我想我可能是被骗了，但是他们为什么要把我这样一个打工人骗到这里，我想不明白。完我说这上哪？咣一脚就给我踹那了。完了我说我要联系我那个老板，说我掏出手机，他就把我手机和身份证啥全没收了，还有驾驶证，
能有个几分钟吧，就来了2个摩托车。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别无选择。上山骑摩托也得走将近1个小时，后来摩托车停下，就下坡往下走，走了也得有半个小时吧，就看见前面就有人了，前面人就拿电棒这么一晃，他俩拿电棒就捂着，完了这么一照，我一下就看见那个网了。那时候我就明白了，那再傻也知道那是边境啊。这就是他们以招工为诱饵，提前大半个月和我联络感情，给我买票，帮我打车，大费周章地把我从几千公里外骗到这里的目的吗？也不知道他们要干啥，反正就是让我过去。但过去干啥确实不知道，但是就是那前就是心里乱糟糟了，害怕，就是害怕，寻思这下完了，这是死那条。后来我就跪下给他们求他们，我说不能过去，我说还有孩子家里，我说就跟他们跟他们说，那不行，那给我就一顿揍，人拿着刀就比着你，就架你大脖上，就告诉你过不过，不过就弄死你，今天就给你弄这就给你埋了。我想过反抗，但我根本不是那些人的对手。打懵了，那时候就在那就给我就打的就那腿都不敢走道了。我记得过境之后，有几个人带着我们在黑夜里走了很长一段山路，又过了一条河。要过那河，那下我就不过，一脚就给我踹河里。我背个小书包就冲跑了。那手机和身份证在他们那人，要不就基本上都没了。后来我知道，那条河就是湄公河。过河之后，又爬了半个小时山，坐了一段车，到一个城区的时候，我被再一次交接到另一伙人手里。当时不还有一个小孩吗？就像他们站那嘎，就像选人似的，就是一大帮人拿那在那选，这个跟我走，那个跟他走的。后来俺俩就分开。再后来，我就被拉到了这个宾馆，直到此时，我才知道这伙人的真正目的。说，那个明天早上有人接你，给你送到诈骗园区，说你得是自愿过来的，你不能说你那个是绑架过来的。你要说你绑架过来，先给你关狗笼里，给你关笼子里，先打你、揍你，完了不给你吃、不给你喝，先折磨你。原来我是被人当商品一样卖了。这是一个专干绑架的犯罪团伙，他们分工合作，有人在国内物色目标，把像我一样的人骗到边境，交给国外的接头人，再卖给诈骗园区。人家只要给你送过境了，完了他们就挣多少钱，完了在那边接我的人再送到下一个接头的，完他们再挣多少钱。到那个就是那个头，他就已经给我谈了，就说给我送去，他能挣十多万块钱。我不知道我到了诈骗园区能干什么，但从他们向我透露的只言片语中，我感觉那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后来就是他在给我就是洗脑嘛，就告诉我到那怎么做，完了什么别踩人家红线呐，踩红线，把钱骗来的钱就偷摸自己留下了，就这种情况就可能直接就把你弄死了。受季风以及摩羯影响，近日缅甸多地强降雨引发洪灾。我差一点就被送到了诈骗园区，如果没有这场台风的话。开车都已经走到半道，就下暴雨了，泥石流把那个道就冲塌了，又给我拉回这个宾馆来，说道还得几天能修好。我在想，我这有机会呀，我就假装去跟他们投诚，就跟他们就是虚乎呗，就说那个。你让我干啥都干啥的，干啥都行。待了第3天，他看我这样真事了，也有可能就是相信我了吧，就把手机给我了。我就在那假装放声音，就联系就报警。我说您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什么样？他说我当时就知道在一个宾馆里。这是什么地方？宾馆叫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我只恍惚看见外面很多店铺都写着中文。看管我的这些人也说普通话。他们一个头一说话，我一听口音，完了我就说，我说哥们你是东北的啊？我给看到我那个人100块钱，完了我就跟他那个就搞好关系，就想
知道这是哪，我就没啥事跟他聊天。完了后来知道那地方叫孟波县。我说那你能不能在保护自己的情况下，进一步确定所处的位置？能不能给我拍摄一下你所处位置周围的标志性的建筑物？那些看我的人在那吸毒啊，是干啥呀？我就偷摸在那录视频，就发给那个一队。当时他所处的位置应该周围都是有酒店、饭店，就应该属于一个城市的繁华街道，应该是这么个位置。他当时所处的楼层，咱们判断应该不是4楼就是5楼。杨在双初来乍到，况且又被限制了人身自由，而我们对那边一无所知，能不能找到一个当地人，请他帮忙确认一下这个酒店的名称和位置呢？而据我所知，恰好有一个伯利县籍的人，此时就在孟波。喂，你好，于队。你好，李哥，你现在忙吗？你好，李队。我现在不怎么忙，你说吧。我们在之前，我们有一项工作叫滞留境外人员核检，发现他当时是到缅甸生活已经4、5年了，他在那边经营了一家水厂。李哥，我现在给你介绍一个情况啊，我不知道这个情况对你有没有啥影响，或者是这个事儿你能不能办？当时这个情况特别紧急，寻思能不能让小李给提供一下支持。他刚才把这个酒店的那个周围的环境拍给我了，我一会儿发给你，完了你帮我看一下子是不是咱们这个地方。小李很帮忙，听说是老乡遇到难事儿，马上就开始行动。他就发动他手底下这些工人，快速的就是对这个周围的建筑物具有标志性的建筑物进行识别，半个多小时左右给我反馈说应该在孟波县的澳门四季酒店，但是当时的楼层也不是很了解，我也同步跟杨连双来联系，通过询问杨连双是否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下准确的房间号。因为看我的2个房间嘛，那个大哥就在那个对面房间，完我说我过去找他，完他我一出去，完我临摸头回车的时候，我就看见房间号了。结合小李和杨赛双2方面的信息，伯利警方最终确定了杨赛双被藏匿的酒店名称以及他所在的楼层。但杨赛双同时也传回了坏消息，因暴雨而中断了几天的公路即将修通，一旦恢复交通，杨赛双将会在第一时间被送往事先安排好的诈骗园区。倘若人被送进了园区，再想营救就很困难，必须尽快采取行动对杨赛双实施营救。但是，如何确保万无一失，需要一个稳妥的方案。一个冒险的计划，中走了你就千万别打草惊蛇，确保杨赛双的安全。历尽波折，绝处逢生，逃离缅北一线正在播出。你把材料组织好，我去正规的向县局和市局层层汇报，2边同时进行。明白，好不好？那我就让他姐先回去呗。行，完了那个有啥事我再给你汇报了。行，大姐，完了你别着急啊，完了那个等那个咱们这边等结果，完了那个到时候给你打电话啊。解救杨在双，我们想过这么几种方案。第一个就是通过咱们的使领馆部门与那个缅甸的使领馆部门进行了沟通，但是因为位置的具有特殊性，就怕咱们使馆的这个地方使不上劲儿，就是无法在短期内提供可靠的帮助。我们当时也想过直接与当地警察局取得联系，但是杨在双对此有些担心。我的担心不是没有来由，是那几个看守我的人警告过我，他们在这条运输线上的警察局和军队都有朋友，就算我通过家人报警也不会有用。关卡人家啥也不查，看见检查的地方就打个电话，完了直接就过去了，就吓唬我路不通，明天就拿那个开军车给你压到哪去，给你送那个园区去。如果打草惊蛇，他们就会把杨庄人进行转移，这也是我们很担心的。冒点险也得冒，你只要他多在那头待1分钟，比这危险还得大。
一旦送走了，你这人真的就回不来了。我也是警察，我相信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救人于危难之际都是警察的天职，所以我们最终还是决定请小李帮忙替杨占双报警求助。为了防止节外生枝，小李在报警的同时也带上了几个同事，一同赶到宾馆参与解救。李哥，就是你跟当地警察已经联系上了呗？联系上了，前门后门，还有地下室，还有电梯出口，都有我的人。大哥，不要贸然行动啊，千万别打草惊蛇。你放心吧，不会让杨占双有危险，也不会让我们有危险。这是我从事刑侦工作以来最冒险也最煎熬的一次行动，我能做的只有等待，而等待的每一分钟都无比漫长。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busy. Please try again later. 我当时是在床上躺着，突然就进来几个警察。你是杨占双？我说我是。你被绑架了？我当时我都没敢承认。我问他们是一伙的，这功夫就是这个于队长就给我发说这个人救你谁谁谁，你提谁了，你就可以跟他绝对相信他，跟他走，才敢承认，要不我也不敢承认。得救了。喂，李哥，怎么样？你别担心了，现在杨占双已经在我手上了。2024年9月13号10点多，我在电话里听到杨占双平安获救的消息，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我在某波县的警察局待了1个晚上，他们给我做了一份笔录，我就算恢复了自由。从警察局出来，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回家。就回家了。看见他从这个缅甸往口岸走过来的时候，我们解救小组就每一个人都特别激动，特别激动，就是感觉死里逃生，遇到这么个贵人能把我救回来，救到回国，那种心情可能没法能表现出来吧，反正是死一回那种感觉，可能一般人体会不到吧。从9月8号出境到20号回国，将近2个星期的时间，这2个星期的经历我毕生难忘。我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劫难，但我也足够幸运。大哥，像你这也是属于死里逃生了。之后的话吧，如果要是找工作的时候，尽量少去这些自己不太熟悉、不太了解的地方。哪怕说这个报酬给的更丰厚吧，咱们也得这个擦亮自己双眼，去核实这些。关于杨占双，我们还有最后一个疑问，就是他的银行卡此前为什么出现了一笔涉诈资金的交易？之前我孩子要开学嘛，因为还欠人家点钱，我去贷个款，贷款就让人骗了。联系之后，他说那个手机就能操作，我就把手机银行卡就给他了。后期等过了2天，我一看我这个卡怎么用不了了呢？往我支付宝里头有点钱，也让他给我骗走了，也转走了。尽量就是在玻璃线找找孩子，能看看孩子，完了能那什么，墙还正着，完还把孩子看好了，就尽量别太那个。不走了，把这活干完弄，把这玻璃，回来玻璃干活。2024年对我来说是兵荒马乱的一年，也让我想明白了很多事。打工是为了挣钱，但安全问题是头等大事。你们应该还记得和我一起被骗出境的那个年轻人吧？我后来和他在网上有过联系，他说他已经被关进了电诈园区，不得已成为了诈骗团伙的成员。我不敢想象，如果我也被关进了诈骗园区，等待我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后期他联系我，就走到也是他好像到园区了，就联系我那一次，说他到那个泰国边境，完一个诈骗园区，再就没有了。
待不上。那地方园区里10个人，那都太正常了。你不听话的、逃跑的、做不出来业绩的，就给你那啥了，给你拖山上就给你打死了，就给你埋了。找个好使的。姐姐希望我不要在外出打工了，说离得太远，她不放心。我也不想走太远了，这些年打工走了太多的地方，苦没找吃，也有些累。意思来年就是想组两个人，组2个队，就咱们意思几个人想包点活干。2025年，我打算就在家附近找点活干，可能收入会少一点，但守家在地有守家在地的好，有朋友，有亲人，有自己的窝，心里踏实。